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20年，美國伊利諾州一位即將臨盆嘅年輕媽媽喺屋企度遇到火警，冇辦法及時逃生，最終不幸葬身火海，一屍兩命。當大家都喺度感慨呢位媽媽嘅不幸嗰陣，調查結果就迎嚟咗大反轉。呢場火並非意外，而係一場處心積慮嘅謀殺。本案嘅主角叫做 Melissa， 於1993年5月10號喺奧勒岡出世。佢有4個兄弟姊妹，一家人嘅關係都好好。Melissa 為人善良，樂於助人，亦都好中意小動物。佢喺高中時期係學生會嘅成員，同時亦都加入咗女童軍，並好享受為社區服務所帶嚟嘅成就感。畢業之後 ，Melissa 進入咗好幾間大學，不斷咁進修自己，最終成為咗一位救護員。佢喺大學時期認識咗 Matthew 同 Melissa 嘅背景相似，佢亦都係一位童子軍，仲拎到咗英級童軍嘅勳章，同時亦都係志願消防隊嘅成員。大學畢業之後，佢就成為咗一位消防員。雖然佢哋好投契，但係佢哋就冇正式拍拖，而係一直維持住隨性嘅戀愛關係。2020年年頭 ，Melissa 有咗 BB。當 Melissa 滿懷喜悅咁將呢個好消息話俾 Matthew 知嘅時候， Matthew 就潑咗佢一盆冷水。Matthew 對於佢就嚟做爸爸嘅消息一啲都唔高興，佢甚至仲責怪 Melissa 唔小心，並嘗試說服佢落咗個 BB。當 Melissa 拒絕墮胎之後， Matthew 就突然切斷咗同 Melissa 嘅聯繫，對 BB 嘅事亦都不聞不問。雖然 Matthew 不負責任嘅態度深深咁傷害咗 Melissa 嘅心，不過佢都係決定成為單親媽媽，獨自將 BB 養大。好彩嘅係 Melissa 嘅屋企人非常支持佢嘅決定。雖然當時佢嘅父母已經離咗婚，不過佢哋都係願意提供財務資助，減輕佢嘅負擔，亦都願意幫手照顧 BB。隨住 Melissa 嘅預產期越嚟越接近，佢決定搬返去同爸爸一齊住，等自己多一個照應。雖然 Melissa 已經決定要成為單親媽媽，不過Matthew 始終都係 BB 嘅爸爸，所以佢都會將 BB 嘅超聲波 send 俾 Matthew， 並同佢講 BB 嘅近況。但係就只係換嚟咗 Matthew 冷漠嘅回應，有時甚至仲已讀不回。2020年11月25號呢一日 ，Melissa 嘅心情好好，因為聽日係感恩節，而後日就係佢嘅預產期啦。當日早晨，家姐 Casey 打咗個電話俾 Melissa。佢哋都非常期待 BB 嘅誕生，仲傾咗好多關於未來嘅生活，氣氛非常愉快。呢個時候 ，Melissa 嘅語氣突然變得沉重，並同家姐講 Matthew 突然出現喺佢嘅屋企出邊。Melissa 表示陣間會打返俾佢，跟住就收咗線。然而 Casey 就一直都冇等到妹妹嘅電話。下晝4點半，有人報警話 Melissa 間屋火燭，消防員到達現場之後，即刻進入咗間屋搜救，並喺廚房度發現咗 Melissa 嘅遺體。初步睇嚟 ，Melissa 應該係喺煮嘢食嘅時候唔小心釀成火警，最後不幸身亡。不過案情好快就有咗新嘅走向。火警調查員喺視察咗現場環境之後，好快就排除咗意外嘅可能性。首先，起火嘅源頭係灶頭上邊嘅櫥櫃，但係灶頭當時並冇開火。焗爐亦都冇運作，而屋企嘅電線亦都冇走火，所以根本就冇可能導致櫥櫃着火。另外，就算櫥櫃真係因為某種原因着火，而當時 Melissa 屋企嘅所有出口並冇被阻擋，所以佢有足夠嘅時間可以逃生，絕對冇可能就咁樣葬身火海，除非佢當時已經失去咗活動能力。經過解剖之後，法醫亦都證實咗火警調查員嘅推測並冇錯。驗屍報告顯示 ，Melissa 嘅肺部並冇吸入濃煙，血液入邊嘅一氧化碳濃度亦都冇超標，講明佢喺火警發生之前就已經死亡啦。另外，法醫亦都喺佢條頸度發現咗勒痕，證實 Melissa 係俾人鏈住條頸窒息而死噶，所以 Melissa 係死於謀殺而非意外。根據家姐 Casey 嘅講法，Matthew 好有可能係最後一個見到 Melissa 嘅人，所以警方即刻就將佢請到警局問話。喺審訊室，Matthew 表現得非常冷靜，
佢承認自己喺案發當日曾經去過 Melissa 嘅屋企，並討論咗關於 BB 嘅事。之後 Melissa 表示自己想要煮啲嘢食，跟住佢就離開咗。當時 Melissa 仲係好地地噶。值得留意嘅係 Matthew 喺接受問話嘅時候，竟然將預產期稱為 deadline， 俾人嘅感覺好唔妥當。雖然佢嘅用詞好奇怪，但係警方目前亦都冇任何證據證明佢有涉案，所以唯有俾佢離開。不過警方並冇放棄，佢哋聯絡咗 Matthew 嘅上司 Rob， 希望可以知道更多關於 Matthew 嘅事。當 Rob 知道 Matthew 成為咗警方嘅調查對象之後，佢感到非常震驚，因為佢相信 Matthew 嘅為人，並認為當中一定有啲乜嘢誤會。事實上，Matthew 從來都冇同佢哋提過任何關於 Melissa 嘅事，更加冇同佢哋講自己就嚟做爸爸嘅消息，所以成個消防局都以為佢仲係單身。之後 Rob 答應咗警方嘅要求，帶上竊聽器，希望可以同 Matthew 講嘢。不過 Matthew 好小心，就算 Rob 明確表示無論 Matthew 做咗啲乜嘢，佢都會陪佢一齊面對，但係 Matthew 依然冇洩漏任何口風。事實上，除咗佢嘅同袍之外，就連佢嘅父母都唔知道佢就嚟要做爸爸啦。如果唔係 Melissa 同佢哋講，佢哋可能永遠都唔會知道呢件事。根據 Melissa 家姐 Casey 嘅講法， Matthew 嘅父母知道自己就嚟抱孫之後，感到非常興奮，並表示如果 Melissa 有需要嘅話，佢哋隨時都願意幫手。不過 Matthew 就對 Melissa 自把自為嘅行為感到非常憤怒，仲不斷咁責罵佢。經過調查之後，警方發現 Matthew 咁多年以嚟一直都周旋喺唔同嘅女人身邊，根本就冇想要定落嚟嘅意思，所以 BB 對佢嚟講根本就係一個累贅，而呢個好有可能就係佢嘅殺人動機。最重要嘅一點係 Matthew 喺案發當日請咗病假，所以佢絕對有可能就係兇手。於是警方又再次請 Matthew 嚟到警局問話，不過 Matthew 依然非常口密，佢嘅口供同上次大致相同，亦都冇透露出任何新嘅信息。但係 Matthew 嘅態度同用詞依然好奇怪。警方喺問話嘅過程中多次嘗試指控佢殺人。一般人喺面對錯誤指控嘅時候，通常都會表現得好激動，並即刻死口唔認。不過 Matthew 就表現得好冷靜，佢只係面無表情咁坐喺嗰度聽警方講嘢，亦都冇提出任何嘅反駁。另外，當警方問佢係咪蓄意謀殺 Melissa 嘅時候， Matthew 就俾出咗咁樣嘅答案：我並冇傷害 Melissa 嘅意圖。聽到呢度之後，警方基本上已經可以確定 Matthew 就係佢哋要揾嘅兇手，但係佢哋仍然需要更多實質嘅證據。法醫之前喺 Melissa 嘅指甲度發現咗一啲皮屑，所以佢哋就要求 Matthew 提供 DNA 樣本進行比對。經過比對之後，證實 Matthew 嘅 DNA 同 Melissa 指甲入邊嘅皮屑吻合。2022年3月9號，喺 Melissa 遇害嘅1年半之後， Matthew 就被警方逮捕咗。2024年3月18號，本案正式開審。Matthew 喺庭上否認咗所有控罪。辯方嘗試幫 Matthew 塑造一個好人嘅形象，並表示 Matthew 係一位盡責嘅消防員，佢每日嘅工作就係拯救生命，所以絕對冇可能會殺人。控方指出 Melissa 嘅人緣好好，亦都冇同其他人結怨，而唯一有動機想要將佢置諸死地嘅人就係 Matthew， 因為佢唔想要做爸爸，而佢同所有人隱瞞 Melissa 懷孕嘅消息就可以證明呢一點。佢擔心 BB 嘅誕生會摧毀佢風花雪月嘅生活，所以就狠心咁將 Melissa 同埋未出世嘅 BB 殺死，再放火燒屋，將成件事偽裝成意外。辯方指出，警方一開始就認定咗 Matthew 係兇手，喺調查工作上亦都處處針對佢，而忽略咗其他嘅可能性，咁樣對 Matthew 非常唔公平。之後，辯方又對火警調查報告提出咗質疑，並指出報告入邊用咗好多相信同埋好大可能等呢一類缺乏確定性嘅字眼，同時亦都冇俾出足夠嘅理據證明呢場火係人為縱火。控方表示，警方並唔係冇考慮過其他嘅可能性，
但係事實係 Matthew 係唯一一個有動機殺死 Melissa 嘅人。跟住，控方喺庭上播放咗 Matthew 喺審訊室嘅片段，並指出 Matthew 冇對殺人嘅指控作出任何嘅反駁。佢仲將預產期稱為 deadline， 因為佢必須要喺 BB 出世之前將兩母子解決，所以佢先至會喺案發當日請假，完成佢嘅任務。陪審團喺經過咗2個鐘頭嘅討論之後，做出咗裁決。最終 Matthew 被控1級謀殺、蓄意謀殺胎兒同埋蓄意縱火3項罪名，全部成立，判處終身監禁。判刑之後 Matthew 提出上訴，不過最終都係被法庭駁回。直到而家，佢依然堅稱自己係無辜噶。雖然 Matthew 受到咗法律嘅制裁，不過咁樣亦都永遠冇辦法挽回已經逝去嘅2個生命。好彩嘅係 Melissa 嘅屋企人選擇堅強面對，為咗紀念 Melissa 同埋仲未嚟得切出世嘅 Barrett， 佢哋以 Barrett 嘅名義捐贈咗一啲玩具俾孤兒院，等小朋友可以度過愉快嘅聖誕節，並以 Melissa 嘅名義捐款俾當地嘅一間動物收容所。Melissa 生前喺呢度領養咗一隻貓，而貓貓亦都不幸喺呢場大火中離開咗。另外，佢哋亦都喺植物園度認養咗一棵 Melissa 生前非常中意嘅木蘭花樹。每逢聖誕，呢棵樹都會被掛上燈飾，喺黑暗中閃耀，照亮所有等待光明嘅人，就好似 Melissa 生前咁樣。